宜的价格，不怕比价的同城旅行邀您收看女法医 JD。莫如深纪念展正式圆满结束，我们在这里非常感谢闭幕嘉宾孙毅小姐。 你不用再躲藏，我知道你是谁，有心人。你是莫如深太太，一直在背后策划这个纪念展的有心人。你想我叫你陆太太，还是叶护士？你很聪明，我看得出。 你有你的经历。作为法医，我查到的只是事实，不是真相。凶手是谁，他怎么样杀人，我全都很清楚。但是为什么？他们本来有救的，全都可以重新做人。每天看着那些不负责任的人，利用他的身体虚度光阴，浪费生命，他们死有余辜。你说的对。 所以我要把陆家安所有的东西收回来。这个世界没有陆家安，只剩莫如深，回莫如深。他小时候在孤儿院的时候，认识了一个女孩。 他答应女儿，将来赚了钱之后，就会娶她。他14岁的时候，有人收养了她，改了名字叫莫如深。不久后，他就大红大紫了。这个女孩当然很担心。 但是他存够了钱，真的娶了这个女孩。可是原来这段关系是不可以让人知道的。20年了，20年，这个女孩死心了，她不辞而别，但是结果。 原来莫如深再也没有爱过其他人，直到他死了。原来他是真心的啊！所以凶手不是要报仇，是后悔，是赎罪。 其实凶手很爱她老公，老公死了10年，她就用了10年去观察那些受赠者，有多爱，才有多恨，要有多痛，才会去当一个判官，永远放不下，永远被困住，但是还可以有未来的。 可以的，可以什么？这个世界已经没有陆家安了，一个爱你的人离开了，我只能够永远一个人
守护这份情，守护一份永远不能让人知道的秘密。为什么要开枪？为了救你，留下城主。城主，这救护车，救护车，叫救护车，城主。起来，回去。刘志明怎么样？你要么回去，要么去警局自首，你选。这张照片是你入职 HDMI 时拍的，有照片的人寥寥可数，自编自导自演，告你妨碍警察办案，还是不诚实使用电脑。小姐可以走了。你做这么多事，就是因为他是刘志明。这张旧报纸，在他那儿找他的。妈妈，妈妈。他一直在查这个案子，你心里明白，跟他接触太多会害死你自己。你答应过我，说要查就一起查，为什么要结我生枝？你也知道要查就一起查吗？这么多年来，你真的一点线索也没有吗？还是你故意隐瞒我，不跟我说？我没有必要隐瞒你。我在莫太太的桌上看到那本嗜血悬案，不止我们记得当年发生了什么事。这事我来处理。总之，你不要接近刘志明。我去拿车。您简直警戒之光啊！这么快就破案了，才发现了这案子明明是你破的。监察官以前是跟我工作的，你到底是什么构造？中了麻醉针居然没死。早麻了。当警察这么多年，有什么没看透？不过每次只要有人死，我都会想，为什么我又迟了？如果我能够多做一点，是不是有人就可以不用死？罪犯也有机会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，有机会悔改。是吧？我每次都宁愿
出事的人是我。整天说有罪无罪，好像黑白分明似的。仔细一想，哪有这么分明？每个案子背后牵涉那么多人，人心这么复杂，人性这么黑暗，对与错怎么分？到底谁才是真正的受害者？又有谁有资格判断？我们查到的从来都只是眼前的事实，不是真相。我们终于不止说公事了，这好像也是你第一次，一次说这么多。或许，只要我们愿意看，处处是真相。案子结束了，不用再嫌我臭了，不再见。别那么拼，对自己好一点。我不想在 HDMI 看到你的尸体。快去复诊，我也不想在警局见到你。对了，你是怎么想到莫如深改了名字？商业秘密。刚刚有人抢拍子，别着急，所有事自然会发生。
死者安丽，17岁，就读中五，1年前转学进来，住在学校宿舍。学校说的是管乐团的首席，吹双簧管的。他临死之前曾经在音乐室练习，我们也在音乐室里找到他的双簧管。闭路电视也拍到他自己在2楼的电梯里出现，绕来绕去，进进出出，好像在玩捉迷藏。另外，校工也提过他在天台出现，最后自杀。初步怀疑他情绪不稳定，像吸毒了，不排除他抑郁自杀。有找到遗书吗？没有。不过他跳下来的时候，这个掉出来，是他同学找到的。这个案子不简单。塞比塔蒂尼的戴夫丘一直被视为诅咒之歌，为了创出不朽佳作而梦见魔鬼。安利就好像他一样出卖了自己的灵魂。我跟小梅老师说过了，千万不能选这一首歌，肯定会出事，没人信我。荒谬！我们学校绝对没有闹鬼这种事。哈，鬼剃头？你是警察，相信这些？人比鬼还恐怖。听说安利首席的位置之前是你。其实我很羡慕安利，既漂亮又有才华，所以她给自己很大压力。安利一直是管乐团最有天分的学生，我跟她关系很好的。1年多前，她转校来这里，几个月就成了首席。不过她之后变得很奇怪，身体很差，掉了很多头发，所以她自己剪短了。我女儿不会自杀的，她不会自杀的。太太，你先冷静一点，这件事我会处理，不需要你们警方操心。那些人根本不配当法医，没有解剖就说死因没有可疑。我要验尸。我再说一次，我们不可以接受委托做专家证人。我们大部分生意都来自政府，如果我们反过来针对政府，他们会怎么想？而且那是李芳。你是因为那个盗10字才不接的。你是因为盗10字才接的。伤势根本不一样，别浪费时间。你自己解决，我不会支持你。闲杂人等不可以进去。刘 Sir 居然当上看门的，我们3个是专家证人。专家证人又怎么样？我是政府专业认可注册法医，闭路电视拍到死者是自己堕楼的，这个已经是事实，你们根本不需要来演戏。哇，你这么说是什么意思？我们是专业的。废话，明天我会做2份详细的报告出来，一份给 HDMI， 一份给法庭，你们要的资料都在里面。还有问题吗？验尸呢？看来你就是 JD， 平时只能看到你的名字。没想到你也会出来见人。古龙水加洗衣粉，伪中产品味。我是警方委托的法医，我说案子没有可疑，就没必要再让你验尸。Sir，赶他们走。走。喂，你不要太过分了。你好，李医生，这么久没见，脾气还这么差。大家都是为了工作，别为难他们了。杨老板。要工作是你的事，我是政府法医，是有责任避免。责任是你的个人感受，能不能进去要按程序的。我们是持牌机构，有授权搜证的批文，警方都不能阻止，你更不能够阻挠我们。按程序是吧？好啊，你们什么都不能碰，不能碰证物，
明早9点，我要收到你们的报告，1秒都不能晚。走。法庭见。哇，这里是中学吗？怎么比大学还大呀？这是名校，家长都是名人，最重要的得了很多奖。哇，这里的男老师应该也不错吧？收敛一点。是你对吧？啊，都已经说不再建立恩将仇报，写千字文来投诉我，什么过度使用武力，破坏私人财产，还有癌症是你拆穿我对吧？你看，你害我被见人关，叫我罚站，光看不能查案。我怎么知道刘 Sir 你这么聪明，说自己有癌症来骗案子查？喂，我现在不能查案，你开心了吗？其实我们 HDMI 也有一台雷射，之后再加上虚拟实境系统的话，所有东西都无所遁形。还有红线，政府做事依照程序，红线仍然有效，没有必要更新吧？更何况新机器还在检验，如果上庭被人质疑的话，犯人就跑了。啊，喵喵喵喵喵喵，哇，喵喵真乖真乖。哇，白白胖胖，肯定有人养啊。哎，干嘛？不要了。连一点存在过的证据都不能留。校长说，把东西都收起来。在拍呢，在拍。干嘛跑啊？刘Sir，哎，你知不知道，你跟我最大的分别是什么？因为你是警察，要守警力；我又不是记者，又不是私家侦探，所以什么条例都与我无关，基本上不犯法，我做什么都行。有点击率的地方，就有我狗头。我刚刚看见你给那个女孩钱，干嘛？援交啊？你的思想很脏啊！想知道吗？上我的解密网。干嘛？键盘侠很厉害啊！我怀疑你不诚实使用电脑，我扣留你48小时，我看你怎么发新闻。哎，刘 Sir，别玩得这么过分，你不顾着自己，也顾着兄弟啊。我知道警察很多秘密的。现在这个年代，谁掌握资讯，谁就掌握权力。所以我劝你别得罪互联网最有权力的人。哎，说再见。再见。有人能替我查案，真好。阿七，问得怎么样？有资料吗？那死者的左颅骨凹陷性骨折，相信头部撞击硬物导致脑出血死亡。磁力共振显示死者的死因
是心内膜平面式出血，就是说死者在堕楼之前的心脏跟血液循环是正常的。这么说不像是谋杀。虽然我们接受了死者妈妈委托的复健，但不会因为收了钱而去偏袒那个客户。所以大家有什么想法尽管说。嘴唇损伤，右手大拇指有明显的弯曲，死者是长期吹双簧管的，那应该是哨片的震动和乐器的重量造成的。当然了，双簧管有3公斤那么重，每天练习手指当然会弯。我每天抱着孙子也有50肩了。死者左手手掌被利器割伤，上面有十字形的图案，伤口整齐，应该是用刀片。我猜应该愈合了半年左右。十字形的图案，那是代表什么呢？诶，解密网有消息啊！这个网页是专门人肉搜索真相的新闻网。这个网页的创办人是一个骇客，很多独家新闻都是他揭发的。打开看看。加马女书院学生自杀闹得满城风雨。我知道了。有同学提供了独家片段，终于解开了自杀谜团。你痉挛呐？慢了还是快了？我不知道。慢了，我帮你打拍子。1、2、3、4。我知道了。哇，肯定是这个老师杀死安利的，他骂得这么狠。这个学生是非常情绪化的双鱼座，他是遇到心理压力，然后觉得自己受到迫害而自杀。我觉得他是自杀的。这是事实吗？有事实，我在现场不小心拿了点血回来，验到有安非他命，否？肯定是吸毒。杰迪，你说呢？偏见，根本就是偏见。李芳的报告只看到他自己想看的东西，就知道验表面东西又不解剖，连有安非他命都不知道。也是偏见，让你们觉得是那个老师谋杀。我们做过那么多的案子，有哪一次只看照片找真相？我要验尸，他们不验，我验。不过李芳才是警方的法医，他有权不理你，而且安利的爸爸也反对验尸，所以你唯一的办法就是向死因庭上诉，去跟李芳对峙，推翻他的验尸报告，再由你验。我很忙，验尸以外的事我没空处理。可能我太宠你了。上庭也是法医的工作，你不能整天躲在家，躲在 HDMI 或者案发现场。我帮你开 HDMI， 不是要你逃避，而是想你成长。别告诉我你吃了药之后会慢，没办法思考，是你平时太快太敏感了。你要查，要验尸，就自己解决。很不错，还差一点。佳琪，你示范给Audrey看。我只会示范一次，你看好了。校长，学校死了人，你的视频有，还公演？我们不可以为了一个人辜负其他学生啊，对吧？小姐，法庭范围内不能进食。进入法庭前要摘了太阳眼镜和耳机。
身份证，上面还要再查你的身份证。简斗是法医专家证人，你这么辛苦是为了什么？有病就别出来，我怕浪费你的时间，不太好。这次召开死因庭，是因死者安丽家人要求，就其死因报告提出质询，要求重新发出解剖令。控方律师可以开始了。法官大人，我当事人委托 HDMI 死因解码研究所做专家证人，他们指出辩方验尸报告有所不足，未能确定死者是否自杀，所以我们要求由 HDMI 重新解剖，以确保审讯结果公平公正。我是政府法医及化验部主管李芳，也是负责死者安丽的法医。我们验尸有既定的程序，每个步骤都会记录。就安丽的案子，我已完成报告，分别一式2份发给了法庭和控方。相信报告已经解释得很清楚。李医生，请问你当法医多久？还有，会怎么形容你的经验？我任职法医20年，平均每天处理1具尸体。20年来扣了假期，一共加起来有4000宗案子，在这一行数1数2。我做的所有验尸报告都被法庭接纳，没有一宗被人推翻。能不能简单说一下死者验尸报告的内容啊？死者从高处堕下，头部大量出血，心跳停顿，瞳孔放大，生命表征为0，可以当场宣布死亡。而且整个堕楼过程也被闭路电视拍下，所以我认为案子没有可疑。那你认为控方提出解剖的申请理据是什么？这个我不方便揣测，因为有些私人机构为了做生意可以很过分。控方传召专家证人 HDMI 首席法医 Jane Doe。法庭上 ，Jane Doe 是无名尸体的意思，请专家证人澄清一下。法庭上 ，Jane Doe 是无名尸体的意思，请专家证人澄清一下。是 ，Jane Doe 是真名。法官大人，请看7号文件。请法庭书记记录两者分别。可以继续。请问 HDMI 所指的验尸报告的不足是什么呢？闭路电视上的奇怪步姿，死者长期失控性自剪头发。法医应该要质疑死者的精神状态。死者血液样本含有安非他命的成分，但是报告上没有写。军刀是吧？既然报告没写，那请问你是怎么肯定死者的血液有安非他命呢？我们验到。我提醒你，从非法手段取得的资讯是不能当作证据呈堂的。我再问你一次，到底有没有实质证据证明死者的血液有安非他命？不回答就是没有。那我再问你一个问题 ：HDMI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机构？私人法医顾问。不清楚。李医生，20年经验，
政府法医，为大众服务。真都毕业于医学院，只有2年，在收费昂贵、专为权贵服务的牟利机构任职。请问你凭什么去质疑别人的专业和准确性？而且据我所知，你有病，我说错了吗？法官大人，我手上有一份医学院的学生报告，文件编号37，可以证明当时 JDO 的教授是这样写的 ：JD 虽然是 HSP， 但是成绩优异。HSP highly sensitive person 就是高度敏感症患者，是一种心理病。定义是这么写：凡指对敏感度异常高的人，脑部会不自控，全天候接受环境信息。导致激烈情绪波动，甚至耳鸣昏厥、神志不清，情况就像他现在这样。我每年都做身体检查，我每年都通过的。证人有病，做供没有公信力，根本不应该出庭作为专家证人。不是，肃静。法官大人，我没问题了。鉴于证人精神状况不稳，未能胜任解剖工作，现在拒绝控方解剖的要求。并安排原法医尽快批出死亡证，让死者尽快入土。快带他去看医生。退庭。看。我要验尸，我要验尸。不好意思，2位，你们放心，我会帮你们继续跟进的。Kiki， JD呢？他现在状况走不远，分头找，分头找。哦。JD。JD，我要验尸，我要验尸。都已经结束了，我可以上庭，我没事。已经判了，不能验了。我去跟法官说。JD，够了，你已经尽力了。来，走。这次私人机构提出解剖要求，企图挑战政府法医部，但是失败了，证明私人机构认受性不足，不成气候。会不会继续告学校的女老师？有没有对弟妹失望啊？女儿什么时候下葬？马上。是JD。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别拍了！我带JD走。别拍了！手给我！你再不去医院，就要验自己的尸体了。40磅背得动，40磅背得动。宋安言，你好重哦！你别瞎说，刘志明，我只有40磅嘛。 40磅还背得动，再重1磅就背不动了。那我以后不吃东西，一直保持40磅。医生，他吃了很多镇定剂。我们要知道病人从小到大的病历，有医疗卡吗？谢谢。你在这里等。
阿七，帮我查一个医疗卡号码。真的不应该让 JD 出庭的，这全都怪你啊，老板。JD 的性格，他不愿意，谁能逼他？应该像性侵受害者那样，事项作证就行。嘿 ，JD 要是出事，你负责。关我什么事啊？有刘 Sir 在，不用怕呀。这是刘志明在才会出事啊。没有。姐弟，你留在车上，我去。你留在车上，我去。不行，我要验尸，我要去。我要验尸。验尸。我要验尸。我要验尸。林小美，安利不会自杀的，我没想过要害他。我们不是来听你忏悔的，我们是来找出安利的真正死因。你要是清白的，是为他好，就堂堂正正出去帮我们。